今天這期視頻我會集中回答評論區裡粉絲們問的最多的幾個問題，主要都是關於地支六穿的實際運用。我挑選了7個典型命例，咱們一個一個來看。首先是波波3279和 JF7238 2位朋友問的紫微穿的問題，一個問有沒有實力，一個問力量大小。我正好用一個命例把2個問題一起說清楚。這個八字是庚子、甲申、癸未、己未，這個子水在年上就不能當自己的路來看了，而是要当比劫看。但因为月令是申金，申金生子水，这个子水是被生出来的，所以这个子水就是2个人。那么未穿子的时候，就是有2个比劫受傷。子穿未的時候是穿了未中的丁火，2個未土就是穿了2次。丁火是命主的財，加外的比劫來穿財，就是2次劫財見財。健康方面對命主來說，申金參與了要注意手術關，穿了丁火是眼睛或者心臟的問題，穿了子水就往耳朵方面斷，比如中耳炎。如果是男命的話，穿坐下的丁火也有可能是妻子受傷，一生有2次破財或者丟東西。好，接下來看第2個命例。7680問，明年丑午穿怎麼看？比劫克財，丑未戌3刑開庫，有沒有偏財副業？命主天上透了3個比劫。先說命主午火是未中出的，丑午穿是食神之煞，原命說的就是未丑衝，開官殺庫，食神之煞符合原命的表達。再說月令比劫，乙木生了丙午，午火要去找亥暗合，午亥暗合是2件事，其中甲己合是劫財見財，命主破財。另外丁壬合是命主的食神被比劫制了，犯了糊塗也迷茫了。食神被制還有什麼情況？回去翻看我的食神篇講食神的那期視頻。再說年干比劫，甲木生了丙，丙午天地一氣回頭生了戌土，戌刑丑是刑壞了命主的官，戌刑未是壞了命主的根。明年注意身體健康方面。縱觀全局，在命主的世界中，丙午火旺了，植物就長勢旺盛，比劫就蠢蠢欲動，比劫動了就會爭奪資源。3個比劫都生了食神，如果不見財還好，就是所有的比劫團結一致都在幫你。但是命主在己土運上，天干3個木見了一個己土，就要爭這一個土，對吧？地支比劫生的食神不僅見了自己的財，也見了對方的財，分不清誰的財是誰的，是不是就有分歧了？接下來看第3個問題。 Purple 問，時干是辛金，是不是會影響到丑午穿？命局中天干之間可以發生關係，地支之間也可以發生關係，同住的天地之間也有影響，但是斜着的對角線的天干地支不發生關係哦。下面是第4個問題。5492問，上期丑午穿節目中提到的命例丙戌年來了，加強了火氣去穿丑，為什麼沒有不好的事，還有好運？我們通過命理還原一下事情的經過。5492說丙戌加大了火氣，這句話是對的，但是午火沒有去穿丑。當年天干來的字是丙，不是丁。原局中穿丑的是戌中出來的午火，那麼來的這個丙就不是穿丑的午，午火沒有被引動，雖然沒有丑午穿，但是戌刑丑還是有的。戌土是乾燥的，家外午戌會局又熱又燥，所以戌會來刑丑。家外需要命主家的金和水，戌是開庫的鑰匙，是誰讓戌去開丑庫的？是丙，對吧？天干乙木生了丙火，丙戌天地一氣，命主乙木就和戌有了關係，這樣命主就有了開庫的鑰匙，所以庫中物出來命主才能用。這個鑰匙原本不是命主的，是別人的。這個戌對命主來說又是財，所以當年命主回醫院上班這件事是送了點禮的。給誰送的呢？戌頭上透的是丙，是商官，管着命主的官，也就是事業，所以這個丙就是醫院的院長。上面是第5個問題。丹尼 Z8V 問，原局子午衝遇到流年的丑會怎樣？這個命是丁巳、丙午、壬子、辛亥，想知道流年來的丑是幹嘛的。我們得先看命主原局的結構表達了什麼。咱們先看家裡金水一片，再看家外全是火，這個命局打眼一看就是水火對抗的格局，對吧？地支中存在的合沖關係，子巳合、午亥合、子午衝、巳亥衝，命主去和家外的財能不能合得到？你要看家外的財跟家裡有沒有關係，有關係你合也好，治也好，都是你的。如果家外的財跟你沒關係，第一合不到，第二得到多少就有多少災。這個命貴在亥中甲，
亥中甲暗生家外无火，只有家外的无火跟家里有了联系，命主才能食神合官，才能用禄合财。大运流年遇到丑会怎么樣？丑到了会发生2件事情。第一，命主家里的水都是辛金生的，但是这个辛金是假的，没力量。丑来了，金水就为真了，命主就有能力合到家外的财。第二，原局有丙辛合，命主用辛金給家外比劫降溫，但是也是因為辛金是假的，光說不做假把式，丑來了，辛金為真，就可以給家外降溫了。家外比劫自然會讓命主來合財，完成等價交換。也就是說，命主給家外比劫提供了服務，做了貢獻，家外比劫也相應的付給命主對等的價值。你們說講不講理？丑來了，不用管丑午穿不穿，因為原命沒有丑午穿。丑來了，首先要找時柱辛亥，但是具體丑流年來的情況還要看是什麼丑，丑的頭上透的什麼天干，才能確定當年的詳細情況，我就不展開了。下面一個問題 Wilson 問1908，問木火穿丑，地支有卯木，不見寅木，因為卯木不生午火，這個該怎麼看？這個卯午的關係涉及到地支相破的理論，路易三也在問同樣的問題。盲派的理論體系中只有卯午破、卯子破這2個關係。什麼時候會卯午破？這個要結合命局的配置辯證的看，不能一概而論。如果午火在月令旺點，就不用管地支木的品種了，那都被劃掉了。就比如午火在旺點，年上配個丁卯，這個卯木就是生火的。丑午穿視頻中後半部分講的關鍵的點是什麼呀？如果月令是午火，那就是夏天。誰家夏天的院子裡面是只長樹不長草的？夏天不開花嗎？所以說呢，卯木見午火一樣也長啊。我整個視頻表達的是時空一體的觀點。現在先挖個坑，後面的節目會講到卯午破、卯子破的關係，以及其他地支相生不情不願和死去活來的情況。我留個問題給大家思考，你們說陽氣火克金厲害，還是木生火克金厲害？這個問題很有意思，大家可以在評論區說說自己的理解。下面一個問題，安森問為什麼沒有說春天的丑午穿？問這個命局的金是不是死了？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八字，庚午戊寅，甲寅乙丑。這個問題放在最後是因為跟上個問題提到的火的季節有關聯。你們看這個命是春天的寅月，午火在年支力量很小，只有1%，而2個寅木加一起力量有51%，午火根本畫不動寅木。我覺得安森想表達的意思是寅午木生火穿土的情況，2個木生的火來把丑中金治死了。雖然年時離得很遠，也確實會出現穿的情況，但是這個穿會只是有個象，遠不如在月合時來的那麼猛烈。既然是這樣，那麼丑中辛金怎麼會被治死呢？所以你們明不明白，即便地支有相穿的配置，也要看它所處的位置，環境也非常重要呀。如果稍微調整一下，庚午在月令，乙丑在日柱，那這個金就被治死了。那這種被治過的情況就是不進病房進牢房了。第二，那午火不穿丑土，那丑土穿不穿午火呢？答案是穿不了，原局寅木都長在這個丑土上了，寅丑暗合，丙辛合，戊癸合，丑中的金水都忙活寅木去了，沒空去穿午火。最後想跟大家聊聊提問的方式，這樣我能更準確的幫到大家。關於零散的地支關係問題，比如只問子午衝怎麼樣，我是真的沒法回答，因為八字是個整體，子午衝在不同命局裡的作用完全不一樣，我得看完整的八字才能知道這個衝對你意味着什麼。舉個例子，單講義理，水大滅火，火大考乾水，但這放在你的人生裡能說明什麼呢？我得知道這個水是哪來的，它是我的還是比劫的？它是今生的水還是水庫的水？它有沒有源頭？它的位置在哪裡？它有沒有泄？它的力量有多大？有沒有勇氣和膽量去衝午火？水是我的什麼人？他有沒有被牽絆？去衝火這件事兒是不是做了正確的事兒？對我有什麼影響？只有看到完整的八字，我才能回答這些問題，才能給出準確的判斷。盲派看待一個命局，不是只看你一個人，是拿到你的命局，看到的是你的小宇宙，是以你為中心維度的世界，是通過你和你命局中其他字的作用和反作用來判斷你的吉凶禍福、喜怒哀樂、善惡取捨、得失進退。這是盲派的特點，也是與其他命理學說的本質區別。再者說，如果一個跟你沒關係的義理，你拿去用，結果斷章取義了，是不是會對自己產生一些困擾和干擾？
關於只有食神關係斷命局的問題，我也需要看到完整八字，因為分析命局的第一步是八字進入眼睛的成像。我对命局的分析和判斷是讀懂了八字的4個天干4個地支的信息，是建立在命局所表達的作用關係基礎上的，而不是食神之間的關係。比如說庚金命主辰，是消印子為食傷，辰子會不會成局，還是會變成消印夺食，這得看具體的八字結構。有關旺衰格局的問題我也很難回答，因為除了对命主心理素質起點參考作用之外，盲派真的不去分析日主旺衰對人生命運起到了什麼作用。盲派的理念是人性是複雜的多面的，命運是流動的，不可能一生就只有一面，所以從來就不存在人的一生固定就喜某一樣五行，一切都是隨时而变，因用而变。易经唯一不变的就是变。所以如果大家想让我帮忙看命，最好能提供完整的八字，这样我才能给出真正对你有帮助的分析。学習盲派命理重要的是学会看命局里的作用關係，看清變化的規律。希望通過這些命例的分享能幫大家打開思路，願大家早日開悟，在命運的變化中找到自己的節奏，活得通透，人生不惑。如果這期內容對你有幫助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，點讚並分享給有需要的朋友。我們下期再見。